早上5点多就起了，5点半就出门了，为的就是躲开在我印象中是这样式的日本早高峰。爵士内的道路，你看很多路口都不是垂直交叉的十字，很多弯不是90度的，所以没有导航很容易跑偏。所以来日本的话，一定要下载 Google Map， 功能呢和国内的百度或者高德地图是一样的，而且直接使用中文搜索目的地或者景点就可以。还会显示额外的一些车况信息，甚至告诉你地铁的第几节车厢换乘更近。所以 Google Map 和当地的流量卡是自由行必备的。这贩售机里的饮料多数都没见过，可乐比较有参考价值，150毫升的就130日元，旁边的2个160日元，应该也没有300毫升。看起来高是因为加了底座，实际上凸出来的也是很矮小的那种。大家应该听过，日本街上没有垃圾桶，但我发现自动贩售机旁都会配垃圾桶，从开口来看是专门用来回收饮料瓶的，毕竟谁也不想拎着空瓶逛街。配回收桶应该是为了饮料的销量，我猜这种搭配应该是后来才有的，要不设计贩售机的时候应该就内置回收桶才对。本来是想坐第一班车的，但边走边拍花了不少时间，到车站的时候已经快6点了。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买票，关键就是售票机上面的大地图，它列出了所有能到达的站点。看到站名下的数字了吗？那个就是从当前这一站到哪里的票价。从实体地图上找站看票价，然后到售票机买对应的价格的票就可以了。其实呢并不复杂，但不得不吐槽，这方式太陈旧也太麻烦，它完全没有发挥出这个售票机触摸屏应有的便利性。这就像你手机没有通讯录功能，打电话前你得掏出实体的电话本，查询联系人的电话，然后在手机上输入电话号码一样。哎，真愁人。其实在本地常坐地铁的应该都会使用地铁卡，所以在售票机上买票的应该多数都是外地人或者外国人，并不熟悉地铁线路图，在那么大一张地图上找目的地实在是不容易。好在呢我是懂中文，站名我能看得懂，这估计要换一个欧美人估计就郁闷了。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韩国也是这样，地图上都是韩文，那我就完全看不懂了。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只能用手机翻译软件边拍边找了，可想而知有多麻烦。也许有手机 APP 可以帮你给出换乘的线路或者票价， Google Map 就能给出票价，但这明明是售票机该做的事情啊。想在实体地图上做多语言还是挺难的，眼前这个连英文都没有，但在售票机里做语言切换就容易多了。有触摸屏，地图就可以很容易的缩小、放大、滚动、翻页，而且作为智能设备，最便利的是可以做筛选和搜索。如果我明确的知道目的地在某一条线路上，可以只显示这一条线路，车站就好找多了。明确知道站名的话，可以直接搜索，输入一个关键字就能筛掉大部分其他站名。上视频的评论区里有朋友说，日本的这种方式，排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地图，知道票价，排到自己的时候直接按价买票就可以了。没错，这种情况下的确更快，但你前面有人排队的时候，比如你花了5分钟找票价，排到你正好买票。如果你前面没有人排队，你依然得花5分钟找票价，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按价买票和按站买票的方式可以同时在售票机里实现的，这并不矛盾的。乘客觉得哪种方式方便，就按哪种方式买票，这才是售票机该提供的便利。到手的这种纸质的票，北京地铁2005年左右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进站时进闸机的时候投票，出闸机的时候记得把票拿回到自己手里。等到出站的时候，进闸机投票，闸机会自动回收票根，就可以直接出站了。如果各位买的票是跨不同运营商的线路，换乘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再次通过闸机，也同样需要投票，也同样记得把票拿回到自己手里，直到你到达最终的目的地车站，票才会回收到目的地的闸机里。评论区里还有一个朋友给出另一种买票的方法，买最低价的票进站，然后坐到哪一站都可以。出站前呢，去精算机
把票投进去，它就会告诉你差多少钱，你把差价补齐，它就会吐一张能出站的票给你。所以就所谓的精算机其实就是补票机，稍嫌麻烦一点，但也是个办法。不过特别适合那种没做什么计划，走到哪儿算哪儿的旅行方式。刚才提到本地人会使用地铁卡，东京的地铁卡呢叫西瓜卡，进出站的时候呢直接刷卡，票钱就自动结算了，就和国内的储值地铁卡是一样的。而且这卡可以在部分无人售货机、便利店刷卡买东西，所以还是挺方便的。这卡呢其实普通游客也可以买，但是呢乘车就并没有优惠，花销和直接买票是一样的。而且卡有押金，退卡的时候呢虽然押金可以全额退，但如果要退余额要扣手续费。而这卡也不是全日本通用，东京呢有西瓜卡，大阪呢有以扣卡卡，东京的卡东京退，大阪的卡大阪退。虽然省去了买票的麻烦，但也有需要退卡的不便利，就看大家怎么取舍了。但为啥买个3日卡今早还要买票呢？因为这个3日卡不包含 JR 线。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推没说完的话题，啥是 JR 线？其实就是不同的运营公司，有公营的，有私营的，然后 JR 是其中一家。而且 JR 在全日本呢又分了几家，就不展开说了。东京的部分线路是 JR 加的，部分不是。我这个3日卡呢是东京地铁公司的，主要是东京市核心区域的线路，而 JR 呢涵盖了它所不包含的东京周边的线路。我从决越站到新宿要先坐 JR， 然后到东京地铁。JR 这部分呢就要单独买票，等换乘到东京地铁的线路时呢就可以使用3日卡了。所以我每天都是找最短的方式从 JR 换乘到东京地铁，然后就可以随便坐了。大家如果直接买票或者使用西瓜卡，其实就不用分辨线路或者运营公司了，或者你住在东京市的核心区域内，东京地铁直接涵盖的部分，直接使用3日卡就更方便了。我这种方式呢麻烦，但主要是为了省钱。然后 JR 实际上有一个面向游客的通票，可以乘坐包含新干线在内的所有 JR 运营线路。后面的视频呢我会介绍到，现在先提一嘴。刚过7点就到了花园神社了，比本地的社畜还早。这种像门框一样的建筑呢叫鸟居，在日本传说中呢是连接神明居住的神域与人类居住的俗世之间的通道。大的鸟居宽高据说能有30多米，而小的呢就像桌面摆件一样，宽高也就几十厘米。这个神社呢被围在新宿的写字楼之间，占地面积虽小，但里边呢还套了好几个神社。你像这个叫威德道和神社，它就嵌套在华人神社里。日本的神社呢，有的有房有地，有的呢只有一个牌位。据说在日本唯一比神社多的就是自动贩售机。这种许愿的木牌呢叫会马。通过我不专业的观察，参拜的流程呢应该是投币、摇晃绳子、带响绳子上的大铃铛然后参拜许愿。这个呢是花儿神社的另一个入口。这个入口夹在2栋建筑之间，
结合翠绿的树木，从外面的街道走进去，有一种穿越到另一个时空的感觉。作为此行的第一个神社，靠新鲜感撑着，多逛了一会儿，然后从花园神社出发，步行去新宿御苑。这2台是卖烟的自动贩售机，后来就没怎么见过了。最便宜的是450日元，最贵的530日元，没差多少钱。小巷内放了一排自动贩售机，配套的就一排垃圾桶，看痕迹应该是有人往里扔过烟头。终于到门口了，但是人家还没开门，我来太早了，人家9点才开门，我8点就到了。门票是500日元，高中生和老年人半价。中小学生以下免票。这回就先到这儿吧，下一回我们再来看看新宿御苑里边是什么样子。